大家好，我是列谢。感谢你们还认识我，感谢。好瘦。是啊，是。好漂亮。这个，我也辛苦了。这个王天辰呐，确实跟我说好几回了，很羡慕我跟蒋奇明拍吻戏。确实想拍，你要不真的，一会儿我传递给你。好久不见了啊！这几年呢，我跟脱口秀都成长了，脱口秀从一个节目长成了2个节目，我也成为了2期艺人，那边录一期，这边还得录一期。但不光我一个人挣2家钱啊，阎鹤祥也刚从那边回来。前一阵我看阎老师接受采访，他说他见过脱口秀的好东西，所以知道自己不适合干脱口秀，不想在这个行业苟活。这句话我就不同意，苟活怎么了？脱口秀猴都能活着，还差狗吗？再说了啊，你说你这话说的挺高风亮节的，哪个活你也没落下呀？哪个节目不都去吗？啊，不会苟活，但会趴活。每天往那一趴，各种脱口秀节目抢着请他当嘉宾，你这叫啥狗啊？贵宾狗啊！所以要我说，严老师啊，你别太悲观啊。人离开自己的搭档，还是能活得很好的。你看军哥离开了静姐，那静姐不也活得很好吗？当年呢，军哥跟静姐一起做超级访问，后来这节目做不下去了，静姐就自己做了非常近距离，跟戴军保持非常远距离。军哥，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超级访问为啥不行了？到底是谁不行？算了，你也别问了，你也不会访问。不过啊，军哥很坦诚，他说了，当年超级访问这个节目能火，全是靠静姐。但我觉得其实搭档啊都是相互的，因为也有人问过静姐，说当年这个节目是不是靠军哥？静姐说。靠。但这2年呢，人军哥醒悟了啊，不能老靠静姐了，因为静姐也不红了。他就跑去问 Papi， 说 Papi， 我能靠你吗 ？Papi 说，军哥啊，靠 Papi 翻红了之后，好多人说军哥这辈子事业发展全都是靠女人。其实啊，军哥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啊，分别是阿莲、DJ 版阿莲、Disco 版阿莲和综艺合唱版阿莲。而阿莲也是一个女人。就这首阿莲呢，军哥唱30年了，莲姨今年也快60了吧，军哥还在那唱呢。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啊，你真挺要脸呐。那当然了，军哥也独立过啊，当过主持人啊，当主持的时候呢，不是报错过幕，就是在舞台上睡着了。就军哥犯这些错误，搁别的行业早就开除了，但在我们行业叫有活人感，哎，大家更喜欢了。你们看啊，娱乐圈就是这么神奇，有时候你业务能力越差，业务能力就越强。值得深思啊，这句话哈。行，给你们留个鼓掌口。我现在这都跟王天辰学，现在搁台上这么随意，就是。当然了啊，也有业务能力真强的李乃文，实力派演员啊，演了一辈子戏，现在的代表作是《五哈》和《地球超新鲜》。我跟乃文哥也录过节目，他这人呢，就是又爱玩又玩不明白，老输，玩赖都输，输圈天菜。跟人家白宇一块直播，人弹幕说：“白宇，你比个小树杈。”乃文哥挺热心，帮着念：“白宇，你比个小裤衩。”要不说人乃文哥有天赋呢，字儿还没认全呢，已经学会擦边了。当时
时呢，场面也是一度十分尴尬，大家就纷纷救场，呼吁网友点赞、点关注。乃文哥说：“那我也点点啥吧，给自己点一根。”不过啊，你看他干这些事儿也没有人怪他，毕竟岁数大了啊，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吧。乃文哥这都不是活人干，他就是老人干，人老了啥都干。我真羡慕，真的，我老了我也这样。我要让娱乐圈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李乃文，还有李奶奶。但是可惜了啊，我现在岁数还没到，要不然我现在就让王天辰给你们比个小裤衩。这个天辰啊，王天辰啊，最近因为跟这个郭晓婷的姐姐姐夫 CP 爆火，今天到这儿还问我怎么能上综艺。我想问他怎么才能演好戏，只有戴军哥想问他哪儿还有这么好的姐姐。还有吗？很多很多。王天辰这个戏呢叫《纯真年代的爱情》，这种年代剧讲的就是咱们父母那代的爱情故事。想把父母这种角色演好，那就很有挑战了啊。首先你得知道孩子需要什么，陪伴和守护，你明白我意思了吧？哎，对，就是飞鹤顶配荠脆的守护。飞鹤顶配荠脆，突破性母源自护，新鲜原料自产，更新鲜更好吸收。这知识你就学吧，演父母用得上，当父母你还用得上。其实王天辰以前演过很多大戏啊，《芳华》，我和我的祖国，《庆余年2》，谁也不知道。你看你演了这么多年戏，能怎么的呢？你出了名儿才有活人感，不出名儿你就是上午哈之前的李乃文。现在呀，天辰红了，小时候的事儿也都被翻出来了。说他高考的时候啊，听到鸽子在外边咕咕的叫，一下就走神了，导致的高考失利。咱也不知道那精神咋那么薄弱，你是杨过呀，一个咕咕就给你整懵了。天辰，你跟军哥你俩挺配。王天辰，你高考走神了，戴军主持睡着了。对。你俩要是早点认识乃文哥就好了，他能给你俩点一根精神。其实这2年内娱确实很推崇这种活人感，越活越值钱。内娱现在真成卖鱼的了啊，观众就搁那挑，这条不冒泡翻白了，这条能蹦的翻红了。不过呢，其实活人感也挺难的，我有时候就想活人感一把，第2天一看评论，恨不得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展示的真实都是有限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活人，尤其是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你又得敢说，又得能播。毕竟要是太活人了，那肯定就是没有活了。谢谢大家，我是岳琴。哇塞，雪琴！哎呦喂，我好久没看雪琴那个脱口秀了。哇塞，每一个炸点都这么准，是不是非常棒？是，本来我也挺紧张的，你坐在这儿我也很有安全感。我感觉你最近几年一直在拍戏。也没有一直就看，就是我老张罗说自己在拍戏。大家好，我是王建国。感谢，我的水平一般，我配不上大伙儿这么热情。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就是大伙儿这个热情当中呢，经常会有一股藏不住的真诚。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录好几期了嘛，然后我就感觉我呀，周奇墨从后面走上来的时候呢，大伙儿都说啊，好帅，你好帅。而庞博上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哦，你就明白咋回事了是吧？就是这个哦，意思是你好帅，而你好帅意思是你好，但你不帅。演艺圈很少有人像你们这么真诚的啊！就是这演艺圈的审美很独特，你长什么样，往往和你的长相没啥关系啊。只要你够红，长多丑都有人敢夸好看啊，越红越好看。我是咋发现的呢？就是我和雪琴 CP 的那一年啊，
就是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夸我好看的人越来越多了。什么经纪人呐、合作方啊、客户，连客户都夸我好看。我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呢，被夸了3天我就不是了，我就得摸着自己的脸，我说真的吗？这玩意儿真的是瓜子脸吗？皮肤有那么光滑吗？我说不行，我要迷失了啊！我得赶紧找个明白人问问，是吧？我到底长啥样啊？一出门碰着庞博了，哎呀，我心想，我说太巧了，这还找啥人呢？这不正好有面镜子吗？当然，我也没迷糊多久嘛。去年，所有脱口秀演员一下子都难看了起来，到我这儿就尤为明显。我以前只是难看，现在是丑、磕碜、ugly、disgusting。就我长得好看的那段时候呢，就过年啊，就会收到很多拜年的微信。去年过年，手机里那叫一个清静啊。感情事业这个玩意儿呢，就跟网线一样，一旦断了，连个微信都收不着。都说什么演艺圈的人啊，说话就很官方，不真实啊，说内娱没活人。我看我手机里头怎么一个比一个真实呢？啊！我拿手机我想，你说那我算啥呀？啊，那啥人能一个信息都收不着啊？应该不是活人。你说我奶奶都走8年了，我今年想的我还给她发俩呢。而且我一直特别不喜欢这个内娱没活人这句话，因为感觉就是指着我说的。哎，你看这傻子，一活都没有，嘿，内娱没活人。我后来一想，就是按照这套审美标准呢，人的长相它就有另一种直观。你比如天真姐，好看啊；振宇老师，好看；康永哥，前些年好看。你今年好不好看，还得再看看。但是大林老师的情况就非常复杂了，他是这些年呀，靠着自己的努力，越长越好看。但他如果靠着自己的不努力，他可以直接长到最好看。有人说，那你说演艺圈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疯吗？说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吗？有的，有真朋友的。你看我今年陆续就接到了一些活儿。好多都是我那老朋友硬带我去的，那真是硬带呀！人家为了推荐我，都绞尽脑汁啊，到处打电话，啊，你就用用我们建国吧。这他不是对，是不咋红了，也不好看，也不好笑了哈。但她是个好女孩啊。啥？浪姐必须是真姐姐，那我们性格好行吗？性格好啊，不爱吵架，从来不吵架更不行啊，更不行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我去浪姐不是那个，其实人家不吵架，人不吵架啊。然后我就发现呢，很多真的朋友他是不会势利眼的，甚至有的都是反着来的，真反着来。你就比如说我高中的那些同学，我混得越好，他们说话就越损。你看以前我们打游戏的时候，要是中途我有事了，突然下线。他们只会说我是赶着去投胎，当了艺人之后，他们说我赶着去投等胎，还问我说你就投个胎，你为什么要赶着去呢？你急啥呀？你们艺人投胎没有专用通道吗？特别烦人，就一起吃饭是吧？聚餐有时候合影嘛，合影每次合影都一定要把我硬拉到中间，站在那喊我，来老肥来，老肥你来，你就站这儿。哎呀，这就对了嘛，我们老肥厉害呀，在外头辛苦工作了小半辈子，从来没站中间照过相啊。今儿回家了，体验一把。我就说，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呐？他们说，哎呀，老肥不爱听了，老肥不耐烦了，老肥心里不得劲儿了，老肥受伤了。哎，老肥，你说你受的那个伤是不是应该叫中间伤？特别烦，就天天在这膈应我。但是就是这些哥们儿呢，有事儿也是真上，有事儿也是真上。我去年我回家的时候呢，这些人都抢着请我吃饭，抢着带我出去玩，就用各种方式哄我，各司其职，就有的帮忙开车，有的帮我开车门，有的帮我打雨伞，说是让我重温一下当艺人的感觉，说是怕以后啊再也没机会体验了，是吧？差不多讲完了，说这些。一个是给选手们热场，再有一个我就觉得今年也不一定过年时候咋回事呢，所以正好这不
站在舞台上嘛，我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大家好，我是王建国。咋样啊？都挺好的吗？挺好就行，挺好就行。希望我也能挺好啊，因为这是我在本季最后一场单口表演了。我对这场演出重视到什么程度，朋友们？我都没有下载《黑神话：悟空》。哎，就这个游戏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信息茧房。就我以为这事儿这不天下皆知吗？但是有那不打游戏的人，那朋友真没听说过。我就没有玩嘛，我昨天就特别难受，我就在那哭喊，我说：“哎呀，我好想打黑悟空啊！”小鹿听完都急了，说：“王建国，虽然你是总编剧，可以不能这么对待付航吧？”我看看我们这些个新选手们，一个一个的朝气蓬勃，真好。你再看看我，在镜头里一看，我胖的到处都是，就我脸和脖子这两坨肉啊，就在这就嘟噜嘟噜嘟噜嘟嘟嘟嘟就不够他俩嘚瑟的。谁能想到这么点地方能长出这么多东西来？而且观众看完也奇怪啊，观众会觉得你这不就是一坨肉吗？你们所有的加在一起也没几斤几两啊。当然我就是在说肉啊，我并没有在说哪两个脱口秀节目啊。我太胖了，朋友们，我合计我要不就保养一下皮肤吧。我前两天买个面膜我就贴上了，贴完发现贴不全，就是只能盖住中间这一小块啊，感觉就是在脸上打了个补丁。我就想这个面膜这玩意儿这功效到底强不强啊？如果功效过强，你说到最后容易中间水汪汪的，外面留个圈儿，就这形象好适合去代言一个马桶啊，好形象啊。然后其实我也去过健身房减肥嘛，发现没有用。你别看我好像人高马大的，我纯虚胖，我就推那个杠铃，加多小的片儿我都推不起来。那教练也有招，把那杠铃片全拆了，周围人就看到我一个大胖子躺在椅子上，在那疯狂举棍儿，黑神话悟能。我就觉得太丢人了，就赶紧跑吧，是吧？但是我胳膊抖，就练个这破玩意儿，我胳膊还抖，撑不住，坐不起来，最后爬下来的。旁边人还问他说：“你站起来呀，你爬什么呀？”我心想，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呢，还我爬什么？吃俺老猪一爬。真的，我感觉我这辈子净丢人现眼了。那天讲开放麦也是，就是连着讲了好几个梗都冷场了。我心想这不行啊，那没人笑哪行？没人笑我得轻松化解呀。想到此处，我就立马掏出手机，我说我给大伙拍个合影，来茄子。果然所有人都笑了，是吧？谁合影不笑啊？华为 Pura 70系列，超高速风驰闪拍，轻松捕捉每个瞬间，笑的时间再短也能捕捉到。真挺好的，我心理素质就特别差啊，我一般是不敢看 repo 的。我感觉现在这个评论太狠了，主要是啥呢？它能显示 IP， 这个就导致了，就哪怕只有3、5个人骂你，都能骂出一种狼烟四起的感觉，对吧？打开看，哎呀，有河南的朋友不喜欢我，啊，有陕西的朋友不喜欢我，哎，怎么北京的也不喜欢我？就有一种当年崇祯皇帝看奏折的感觉，对吧？打开一看，中原沦陷了，西北也没了，怎么京城都没了？多像是吧？崇祯最后吊死在眉山，骂我的帖子最后也没删。但是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狠人啊，他就经常能让骂他的人后悔自己评论没删。这位大哥在网上就挨个跟那 repo 吵架，吵完了呢还给人转发出来继续吵，还强烈推荐人家要好好去精神病院看一看。他就是北京六院民间代言人，宛平南路600号种草博主罗永浩老师。据调查显示，在网上吵架吵得最凶的有2种号，一种是小号，另一种是罗永浩。罗老师当年欠了6、7个亿啊，本来可以倒闭，结果他真的还钱啊，上演了这个著名的《甄嬛传》，还了好几个亿，但是最近好像又新欠了6个亿。你说他都这样了，还能乐乐呵呵的？哎，这可能这真就是就艺多不压身吧。
3年欠6个亿。朋友们算了一下啊，平均每分钟将近能欠大概是400块钱。这就导致了罗永浩现在跟比尔盖茨的那个故事是一样的啊。说罗永浩有一天在路上走着走着，哎，忽然看到路对面有100块钱，他都懒得去捡，因为这一来一回的捡这100的功夫又倒欠300。不过呢，我觉得罗老师身上这一点还是很值得学习的。当然不是学习欠钱这一点啊，是学习他的内心足够强悍啊，遇到啥事儿呢都能挺过去。但如果你做不到，最后真的精神崩溃了，他也可以帮忙推荐一家优秀的精神病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脱口秀钮祜禄罗永浩。好久不见了，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啊，好就行，因为不好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的处境有点危险呐。你们是没看着上面那集，你们不知道挑战魔王的选手有多么凶狠。上一场的魔王也很丢人呐，庞博、周奇墨，让人新选手打得稀碎呀，碎的都拼不上啊。现在轮到我了，大家祝我岁岁平安吧。太崩溃了，录这节目太累了，但是也有好事发生啊。就是前几天我们4个魔王一起飞了一趟香港，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是吧？多开心的事儿，聊得也很开心啊。星爷呢，甚至非常谦虚，他甚至还询问我们说：“哎，就这个脱口秀这种创作，哎，你们平时是怎么写的？”我心里想，我们平时是拿这个电脑写的啊，你香港没有电脑吗？但是人家周奇墨就能讲出东西来。周奇墨就说：“哦，这个脱口秀啊，就是先找到一种这个负面情绪啊，然后再用段子去化解，具体是这样的，就巴拉巴拉讲了一整套。然后其他人听了就频频点头啊，只有我眉头紧锁。我心想，就他讲的那些玩意儿，我怎么全都不知道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虽然啥也不知道，但我也很想表现一下，我觉得我也很幽默的呀。于是我就等周奇墨全讲完，我就扭头盯着星爷，我说：“你学会了吗？”完了之后，我说完就看着这个被我营造出的这个气场啊，我就看看星爷，我又看看周奇墨，我说他好像找到负面情绪了，你倒是用段子化解呀。没办法，我就这性格，就我特别喜欢当跳梁小丑。这个世界太严肃了，一严肃我就紧张，一紧张我就特别想跳梁。我经常被自己说出的话吓出一身半的冷汗。没错，朋友们，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身体非常虚，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但唯独特别擅长出汗。一身半那是起步价，随随便便就出2身汗。单身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 I'm back， 我是自行车啊。别人到了中年就是油腻，就完事了。我的中年油腻，同时非常俏皮，就特别的烦人。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们那个感受会是很错乱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刚才还在教育你，给你讲大道理，但是当他洗完手之后，又突然冲到你面前，往你脸上弹水。人家都夸我说王建国做事那真是泾渭分明，人家这个职场霸凌，职场是职场，霸凌是霸凌，毫无关联。就被我弹完的人摸着这一脸的水，哎，都不知道说啥。他说：“你这也不是 PUA 呀，你这是破哇啪呀。”你这个梗啊，就是哇。我当不好一个中年人，于是我就会对自己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担忧。
我就想，我说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会是怎么样啊？我要是把我的孩子教育成了我这样的人，那可咋整？我都能想象是吧？老师在台上上课说，已知这个三角形啊，顶角是32度，通过这些条件呀，怎么求出底边的边长？我的孩子就在台底下念念叨叨是吧？边长求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三角形边长莫及。回家之后，你可以想象，他考完试回家之后拿着卷子，一张3分的。是吧？一张6分的，然后他就在这问我，说：“爸爸呀，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这个我给你出个题吧，这个3呀加上6等于多少？”对喽，都在9里啊。想想就让人上头啊。所以喝酒啊，还是要喝真正纯粮、好喝不贵的老村长酒，老村长不上头。喝酒还是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我想学着当一个很成熟一点的人，但是你要问我这个人类身上啊有什么品格呢？是我就比较欣赏的，我还是觉得我最欣赏调皮。我就说一句成熟一点的话吧，就我永远无法跟一个不调皮的人，天下第一最好。所以这个人间的事情啊，什么不管是什么换个工作、录个什么新节目什么的，我都会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永远无法很严肃的对待，就是这些就不如调皮重要嘛。就知道大伙儿都忙，也尽量不打扰你们是吧？但是希望大家如果能在百忙当中偶尔调皮那么一下就挺好，多余一下就容易挨揍了。都在酒里，谢谢大家。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朋友们，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你知道吗？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黑心棉、黑心肉啊！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你知道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一下就很惊喜，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你看，你买个手机啊，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对吧？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发酸土豆片的时候，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哎呀，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提了提一次性内裤，你知道吗？朋友们，真的，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没什么感觉，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你发现没？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你想想，他用最烂的肉、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西湖醋鱼啊，用最新鲜的鱼，最正宗的醋啊，做出来又酸又腥啊，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说实话。朋友们，你看《舌尖上中国》是中间停更7年了，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我感觉得做一个《舌尖上315》了。就告诉那帮大厨，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你知道吗？朋友们，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预制菜？我喜欢预制菜，我是急性子。哇，现在菜上的是真快，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给你放个沙漏，对不对？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朋友们，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比沙漏上的都快。刚点下单，鱼就端上来了，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才把沙漏拿上来。我点了3个菜：现烤活鱼、现烤羊排、现炒小龙虾。上的最慢的是可乐。哎呀，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这要吃烤鱼，我都到厕所了。我跟你讲，
而且他第二点，预制菜有一个特点，我无法拒绝。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金牛座，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4块9 25个饺子，4块9 25个，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但我放弃了，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你知道吗？哎，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3块钱25个，朋友们，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咱还差那3块钱吗？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有什么我都接受它。真的3块钱25个饺子，我包容他一切，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你知道吗？哎，能看出来吧？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为什么？我有充足的理由啊！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喝过3聚氰胺南酚。那句话怎么说？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我都不打伞了，真的。我就不怕下雨。说实话，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那也不够劲儿啊，这玩意儿。那你看保水剂，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让放。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就这么说，明天末日来了，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你知道朋友们，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你知道吗？哎呀妈，等了20多年了，等来个保水剂，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骨质疏松，废物。根本看不起他。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他那脚都敢吃，我跟你讲。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吧？但你想想，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你应该庆幸啊，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你知道吗？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把我的遗体当武器，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吗？到时候啊，外星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化验我的身体里，哇，有这个苏丹红抗体、保水剂抗体、3聚氰胺抗体，哇，难怪这么厉害，这是个真三体人呐，这是个。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杀不死我的，令我更强大啊！谢谢大家，我是阿木，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卓妍啊。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但除了我，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特别是小时候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会来堵我，很无辜啊。长相是天生的，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我根本不想惹事。他们说你这么拽，你混哪的啊？我说我混2次元的。这也太狠了。
觉得我更挑衅，我很害怕。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小年纪就开始抽烟，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我妈放弃了，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母凭子贵吧。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然后旷课去 KTV。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他找了份兼职，挺适合他的，在 KTV 切果盘。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第一时间想到他。我问他怎么办，他跟我说很简单，你要么打赢他们，要么加入他们。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我来教你怎么打。哎，我哥啊，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他要教我打架，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我说哥怎么了？你要上课吗？还？他说你不懂，我不方便亲自出手，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都说你不懂了吧？那叫条子。其实我有怀疑过，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古惑仔》，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7个人结拜，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就《古惑仔》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我哥学校6个。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他说是教父。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这么大一条过肩龙，纹了好几个小时啊！我用圆珠笔给他。他还不敢在家里纹，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晨光握在我手里。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好了没呀？我说，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老大哥亲自跟我打，哎呦，毫无保留啊！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我哥没把我当外人，也没把我当人。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一般是2天1练，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蛮有趣的。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我按节奏躲就行了。跟玩劲舞团一样的。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就是《霍元甲》。这首歌重音太多了，太密集了。嚯，半个8拍出了8拳。唱 K 的时候，别人一点这首歌，我都想哭。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啊，这首你也能哭吗？我说你不懂，太痛了。后来我离开家了嘛，上大学，我哥留在家学吉他，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他觉得太帅了。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弹，就喜欢砸，喜欢的是打击乐。但家里没这个条件，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他总得去挣钱。
有一次回家，我妈说：“她说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我说：“哪个监狱？”她说：“监什么狱啊？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哎，我很好奇，我就去看了。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哎，你别说啊，亲子餐厅配上辱骂，感觉还挺像一个家。不同的是，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不停和。嚯！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挺难受，因为声画不同步。心酸，肯定心酸，但也庆幸吧，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结果进了个饭店。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刚好卡在了饭点。喜欢玩刀，在厨房里工作；喜欢当大哥，在亲子餐厅，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现在外面骑手多。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但其实还是很熟悉。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哎，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我哥说：“你不懂，我不方便出手。面团好粘手。”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
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天无外，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那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怎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1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